俗话说，爱笑的孩子刑期都不会太短。这名来自美国的17岁杀人犯太嚣张了，仗着自己未满18岁，在法庭上公然嘲笑受害者家属，不料却惹怒法官，以至于法官怒判一定让你牢底坐穿。小伙当场就傻眼了。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当时引起社会极大争议的犯罪案件——乔丹·克里枪击命案。2016年10月4日，美国密西根州的警方接到了一起报警电话，报案人是一名建筑工地的维修工人，他听到了几声枪响。当他跑过去查看时，发现一名年轻人躺在大楼外的一条小路上，身上明显就中枪了。警方立即调动附近的警察过去查看，同时呼叫了救护车。可惜啊，当警察赶到的时候，这名年轻人已经没有了生命的体征。根据现场的线索和附近的监控，警方很快就锁定了3名年轻嫌犯，并把他们逮捕归案。其主犯丹特·皮特森承认了射杀克里的罪行。受害人名叫乔丹·克里，18岁，是个高中生，出生于佛罗里达州中产阶级家庭。很不幸的是，他的父亲在他出生5个月后就去世了。但是克里的童年很幸福，因为他的妈妈尽一切努力照顾他，让他健康成长。克里也没有让妈妈失望，从小就品学兼优，尤其在上高中的时候，在橄榄球这项运动上展现出超越同龄人的天赋，备受家人和朋友的赞赏。而就在他准备进入大学，开启人生新篇章的时候，却被一群无恶不作的年轻人残忍夺走了生命。相比之下，主谋凶手丹特·皮特森，他自小就深受家庭环境和街头文化的腐蚀。丹特·皮特森生活在密西根州的一个贫民区，他的父母都是无业游民，整日游手好闲，纵酒滋事。在残破不堪的环境中长大的他，行为粗暴，学习成绩糟糕，常年被学校处分，在校园里横行霸道，专门欺负学生。进入高中后，丹特更是彻底腐化，他加入当地一个臭名昭著的街头青年帮派，参与许多违法犯罪活动。虽然他个子很高，然后在篮球上也有一定的天赋，但他和2个朋友常年混在一起做一些违法勾当。由于是帮派成员，所以这个枪支也因此进入了他们的视野。2016年10月4日，丹特和2个小弟看上了乔丹·克里身上名贵的运动服和球鞋，于是呢就产生了抢劫的念头。他们就跟踪乔丹来到了一条小路，见四处没人，看准时机后，3人突然快速上前，用手枪指着乔丹的脑袋，威胁他乖乖把钱和名牌物品交出来。乔丹当时一下子被眼前的凶手吓破了胆，央求丹特等人饶了他。丹特见他不听话，在抢劫的过程中朝他开了一枪，再将他身上的钱包、手机、名牌运动服和球鞋统统扒了下来后扬长而去。丹特3人被逮捕后，于2017年7月24日在沃什特诺县初审法院进行宣判。17岁的丹特，他走路轻快，身形摇晃，显得十分放荡不屑。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当克里的家人万分悲痛地做最后陈述时，丹特竟然一直面带微笑，对遗属表现出极度的傲慢和鄙夷。他似乎深信自己的年纪小，可以轻松逃脱严惩。失去独子的单亲妈妈早已泣不成声，就连发言也需要家人替代，但每一句话都令人心碎。 I hope that every time you want for shoes, you get a hole in yours. I hope that every time you want for a meal, you go hungry. And hope that every time you want for a bed, you have a sleepless night. I hope that every time you wish for your mother, she doesn't come for a visit. But more than anything, because we and I am nothing like you, I don't wish or hope any of that upon you. I simply wish that you go to prison for the maximum time your plea agreement allows, that you become something more than what you were taught to be in your miserable life, and that your child gets brought up far away from the life you led, because it's obvious to me and everyone here that you need help. Your actions have led you to a prison cell, but have also created an empty cell that I live in every day. While you can still hope to be released one day, I'll never escape my help. You are still alive, but Jordan has no future. Thank you, Your Honor. We're done. 他难以相信眼前的恶魔竟如此肆意地剥夺他人的生命，但他还是念在对方未成年，所以决定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然后并不予起诉。然而
丹特非但没有感激，还一直在冷笑，而且丹特冷酷无情的发言令人发指。 What would you like to say? I just want to tell y'all I'll be home soon, or I'll be Keon. I love my family. 丹特这种藐视法庭以及轻蔑受害人家属的态度，彻底激怒法官。法官当场做出令所有人都为之震惊的判决。They ever not accepted a sentence agreement between the parties because it's bargained for, sentenced by the parties. But watching you sit there, smile and laugh and shake your head like this was no big deal, I'm very tempted to just say I'm not going to accept this sentence agreement. We'll go to trial, and if you're convicted of felony murder, you'll go to prison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That means you'll die there. That's what I'm tempted to do. 丹特这时才彻底傻眼了，尽管事后他的律师还在狡辩，说他只是用微笑来掩饰自己心中的恐惧，但很明显啊，这已彻底激怒了法官和陪审团。最终陪审团一致认定丹特犯下2级谋杀罪，被判处50年有期徒刑，并且不准保释假释。他的2名同伙也分别被判40年和38年有期徒刑。看到这份判决，你是不是也感到相当解恨和痛快？法律是保护善良正义的人，而不是用来保护恶魔的。最后，祝贺丹特通过笑容喜提50年刑期。如果你对这起案件有任何其他看法，欢迎在视频评论区写下你的想法。麻烦各位朋友帮忙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期再见。